静脉是负责把血液从全身送回心脏的血管，因为地心吸力的原因，脚部静脉内的瓣膜需要一开一闭来运输血液。一旦瓣膜退化不能关闭，血液就会倒流堆积在腿部，久而久之会导致肿胀，形成静脉曲张。静脉曲张可以分成6级，第1级比较轻微，影响小型静脉，像蜘蛛网状。第2级是比较严重，影响深静脉，比较大的静脉，外表看起来像蚯蚓凸出来。第2级的静脉病人通常都有病症，说脚沉重、脚累、脚晚上抽筋，很不舒服。第3级静脉曲张，我们脚会水肿。第4级静脉曲张，我们的脚踝的皮会变黑，会变厚，会容易发炎，容易损伤，而且会痒。第4级之后，当脚踝的皮肤开始溃疡，就属于第6级。溃疡治好后，脚踝皮肤的色素沉淀却无法复原，就是第5级。这是综合分类系统的分类法。医生建议，如果发展到第2级，静脉变形凸起，就应该寻求治疗，以免恶化。要治疗静脉曲张，首先要做一个超声波检查，看这个静脉受损的静脉的位置、宽度、长度，才选最适合的医疗方法。血就没有导流了。静脉曲张的治疗有好几种，近年来最常见的是微创手术。医生会用激光或者是射频，把损坏变形的静脉烧蚀闭合。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用特殊的粘合剂封闭损坏的静脉。把这个损坏的静脉封闭后呢，我们的血液就会改道，从好的静脉返回心脏，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会进步，病人也感觉到脚轻的很多。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直接通过饮食来治疗静脉曲张的问题，但是呢，我会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添加维他命 C， 因为维他命 C 呢是制造胶原蛋白的主要原料，而强壮的胶原蛋白结构可以改善我们的血管弹性，减少静脉曲张的发生。另外，我们也鼓励大家多摄取纤维，因为呢，增加纤维的摄取可以减少脂肪在身体的累积，帮助控制体重。而体重减少的话，也可以减少静脉曲张的发生。在日常生活里面呢，维他命 C 和纤维主要来自于我们的蔬菜和水果。病人有第1级像蜘蛛网状的静脉曲张，还是第2级早期像小蚯蚓形状的静脉曲张，其实不用动手术，可以穿弹力袜。医生会根据病情建议病人穿合适的医用弹力袜来保护静脉。医用弹力袜在脚踝、小腿和大腿的压力各有不同，能帮助血液向上流，送回心脏。不过这只能够避免病情恶化，无法根治。维他命 E 被称为血管的清道夫，因为它可以帮助减少血栓的形成，同时作为抗氧化剂，它也可以减少血管壁的氧化和发炎。拥有健康的血管，就可以降低静脉曲张的风险。维他命 E 主要来自于油脂类食物，例如说葵花籽和芝麻、坚果和食用油。很多人以为动了静脉曲张这手术就一劳永逸，这不是正确的看法。因为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善，还是久站，没有定期活动，其他的静脉还会受损，静脉曲张还会复发的。医生建议，静脉曲张患者睡觉时可以把脚垫高，这有助于血液回流。坐着翘脚的习惯最好改掉，因为这会压迫腿部静脉。要避免静脉曲张，最好的方法是要定期运动，跑步、走路、游泳都是很好的运动方式，强化我们的小腿、大腿的肌肉。如果工作需要长期站立，还是长期坐，每小时起来走一走，还是垫一垫脚尖，这样会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。为什么会鼓励常走动？因为当我们走动的时候，我们的小腿的肌肉像一个泵，我们走动的时候把血泵回心脏，这个对我们的血液循环有帮助。这样可以减少小腿静脉的压力，避免静脉曲张。吃太咸会增加体内钠的水平，造成水分在体内滞留，让血压升高。
在饮食当中添加钾，其实可以帮助中和钠对于我们血压的影响。如果你并没有一些肾脏方面的问题，我们会建议采取低钠高钾的饮食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，减少静脉曲张的风险。高钾的食物呢，其实包括了菇菌类、芥蓝、香蕉、牛油果、奇异果等等。